我替嫡姐嫁给裴颖当天，她递给我一把蒜筹，冷声道：裴家不养闲人，你想要在这待着，吃用便拿蒜筹来付。我胆小甚微，兢兢战战地为她操持家事，将里外照顾得周全，才得以留下。直到嫡姐生辰，她豪掷千金为赠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裴家并不清贫，他也并非小气之人，唯独对我斤斤计较罢了。我拎起包袱，留下一封和离书，恰逢婢女前来催促，下月居住的蒜筹还没交。我头也不回道：你跟夫君说，裴家太贵了，阿竹去别家住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夏日炎炎，蝉鸣阵阵，屋檐下滴落一颗颗水珠，砸出啪嗒啪嗒的响声。我撑着把青竹伞，包袱里装着阿娘的骨灰罐，一步一步地从裴家侧门踏出。门房正缩在涧上躲懒，见状掀起眼皮问了一句：夫人可是要使马车？只不过今日主子们都出门去赴宴了，只剩下次等些的，您付半根蒜筹即可。我摇头拒绝，又不回来了，坐什么马车？只听得身后隐隐有人啐了一口，低声骂骂咧咧，穷酸。我心中未起波澜，只是仔细想着，去抚州要坐船好，还是跟着商队走？下人行事不过是看主子脸色。裴颖不喜我，他们便把我当成暂住在裴家打秋风的过客。我虽不是下人，却也看过好多脸色。思来想去，还是打算先去商行瞧瞧。毕竟阿娘生前没坐过船，我怕她在天上瞧着时也会觉得晕。燕京的街头上很是热闹，行人熙熙攘攘，就连乞儿也赶在渡桥口讨饭。我生性谨慎，花了2个铜板从他们口中打听出来一家名声较好的瓷器商，不日就要出行，恰好经过抚州。那瓷器商的门店就开在樊楼边上，比起天下第一酒楼的繁华，倒是算不上拥挤。我正和掌柜的讨价，忽然听到一道熟悉的嗓音：那点翠头官可送到沈家去了？是裴颖。我抬眼望去，只见他穿着一身月白色的锦服，腰佩玉环，俊美面容上浮现丝丝笑意，慢悠悠地从樊楼里走出。他身旁的长随点头哈腰道：自然是送到了。李英小姐甚是惊喜呢。就是夫人也在场，面色瞧着不太好看，您要不要和她解释解释？另一位摇扇的公子摆了摆头，至千金博美人一笑，乃是佳话。嫂子有意见又如何？裴兄不会是惧内吧？闻言，裴颖那双好看的剑眉微微皱起，连笑意都淡了不少。他吃我的用我的，还想有什么意见？再说了，李英可是他姐姐，总该大度些。我站在店内，原地怔愣了许久。大约没多少人记得，我和嫡姐的生辰是在同一天，连出生的时间都没差多少。只不过嫡长女总比庶长好听。父亲大手一挥，沈梨英变成了我名义上的嫡姐。她生性骄纵，几乎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，而我天生胃口大，连吃饱都是种奢望。阿娘身子病弱，生下我后便失了宠，常年流连于病榻上，月银都拿来买药了，哪还有打点厨房的份？阿娘性子温柔手巧，时不时会用碎布给我缝些头花，有一次被嫡姐看到了，二话不说就从我手里抢走。我与她争执，她嚎哭几声，父亲手里的竹条便落在了我身上。嫡母倒是没说什么，只冷冷地瞧了我一眼。我隐约察觉到自己做了错事，却又不知晓做错了什么。回到院子，向来慈爱的阿娘却喊我在外边跪足了好几个时辰。冬日严寒，她颤着声抚摸着我身上的伤痕，滴滴泪珠浸湿衣襟。黎竹，你记得以后万不可与别人争抢，阿娘无用，护不住你。从那以后，我便学会了退让。可日子还是一天比一天难过，厨房送来的粥越发稀薄，就连月例也被恶奴克扣。那时沈裴两家常来往，定下婚事后，裴颖逢年节也会上门拜访。有一次恰好撞见了我和恶奴冲突的场景，许是少年侠气时，又或许是顺手而为。总而言之，那恶奴被少年裴颖处置了。我时常像只见不得光的鼯鼠，偷偷看他来带嫡姐去放风筝，在心里种下一粒名为艳羡的种子，却从未想过有朝一日，那面如冠玉的少年郎会成为我的夫君。彼时新皇刚登基，裴家站错队，
爵位从侯府降到了伯府，就连意气风发的裴小郎君也从马上摔伤，瘸了双腿。父亲素来看重名声，他不肯在这时退亲，又不愿让嫡姐去受苦，于是便想起了我。我第一次见那张严肃的面容上浮现出慈爱的神色，像戏偶套上的面具，浮夸又虚假。他抚着胡须喟叹，黎竹都这般大了，也该嫁人了。嫡母温和地凑过来拍了拍我的手背，意味深长道：我知你是个孝顺的姑娘，想必也想让你姨娘过上好日子吧。只要你肯嫁去裴家，好好在那待着，你姨娘吃的药钱可记到公账上。我想了想，点头答应。没多久，便穿着不合身的嫁衣，带上10台薄薄的嫁妆，成了裴颖的娘子。我期许过自己未来能与夫君和和美美，亦可是相敬如宾，却不想新婚夜当晚，裴颖便大发雷霆，砸了凤烛和酒盏，冷冷地道：哈，你们沈家真是好样的，拿一个庶女来打发我，既得了名声，又能让我养着一个吃白食的，天底下竟还有这般好事。我赧然地垂下头，想到了阿娘，也只能厚着脸皮留在这。我什么都能干，我不会吃白食的。他想了想，从架子上拿下一把蒜筹递给我，狭长的凤眼中充满讥讽。好啊，裴家不养闲人，你想要在这待着，吃用便拿蒜筹来付。一根蒜筹一顿饭，住2日，就连才月时带的布，也得拿蒜筹去换。而我织的衣，纳的鞋，却不值半根。唯有里里外外操持好家事，令裴颖满意了，他才会多给些。可我满打满算，如何也吃不饱，叫人好生难过。冬日时冻得人手脚发麻，我手里的蒜筹换不起银炭，便低声下气地问他能不能先预支一部分。裴颖没说同意，也没拒绝，只笑着道：你这样的女子我见得多了，明明没甚骨气，还非要强撑着装模作样。说完，他随手写下了封和离书，语气轻蔑：若你肯归家去，我送你100筐银炭也使的。我沉默着收起了那封写着裴颖姓名的薄纸，心想道：骨气又不能当药吃，没有就没有吧，只要阿娘能病愈。我挨过了好几个冬日，若不是阿娘许久没与我来信报平安，若不是我回沈家赴宴时碰见她以1000金买来的点翠头冠为嫡姐赠礼，若不是宴会上众人的指指点点实在令人难堪，我大抵也不会生出想要离开的念头。和瓷器商老板定好的出发时间是在第2日卯时，天光破晓，一轮红日从河边升起，商队的人不少，精美的瓷器全用软布框在木架内，再推至马车上，其余留出来的空隙便由行客做。带队的领头挥了挥鞭子，警告道：手脚都干净些，不该碰的别碰，否则别怪我等不客气。众人接连应是，我囊中羞涩，只好在路上当了半个厨娘，用来减免一半的路费。熟悉后还有人调侃，小娘子手艺这般好，定能讨个俏夫郎里。途中也不是一直太平，好在遇到的劫匪都不成气候。期间我们还在官道上看见了一队骑兵，气势汹汹的不知前往何处。我见识了许多未曾见过的风景，心口的郁气仿佛也在逐渐散开，想起裴颖的次数也少了些。等到达抚州时，已是9月中旬，落在肩上的杏叶卷边开始枯黄。瓷器商队的领头还赠了我一个小巧的瓷杯，不值钱，但值心意。我珍重地放入行囊，拱手道：祝君一路平安。抚州接连着运河，是座温婉的水乡。我打听到阿娘老家的地址，才发现到头来还是得坐船。小小的乌篷船上有老叟，撑杆笑着揽客。2铜板，2铜板，走最后一趟喽。我急忙上了船，生怕耽搁。船行至一半，突然抖了抖，撑船的老叟惊呼道：下边有人啊！我胆子小吓了一跳，颤颤巍巍地扒拉着船边探出头去瞧，果不其然看见了水波里的身影，是个身穿黑衣的男子，墨发缠绕在瓷白的脸上，隐在水中看不清面容。老叟毫不犹豫就要绕开，小娘子勿要管，也不知还有没有气，管了容易摊上事。我抿了抿唇，忽然透过起伏的衣袖下看到了里边的山纹甲，那是朝中将领常穿的内甲。我抓住男子的手，急忙道：劳烦船家搭把手，
我加钱。好嘞，这下可好，老家是去不得了。我背起生死不明的男子赶去医馆，好在去得及时，大夫大脉一看，人还吊着半口气，连忙扎针喂药。大夫上了年纪，发须皆白，一边给伤者处理伤口，一边骂道：你这小娘子，怎地等到夫君病得快死了才送来？我羞红了脸，摆手否认。他不是。解释的话语还没说完，嗨嗨！床上的男子忽然半睁开眼，拽住我的手便喊：娘，别丢下怀针！原来是后娘。一旁的大夫瞪着眼，不知脑补了什么，摇头感叹道：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。可恶！我泄愤似的狠狠挠了挠他手掌心，却没看到男子浓密的羽节在微微颤动。另一头的裴家，往日明亮的府邸却暗沉着。裴颖回到院落，如往常那般喊了声沈离竹，竟无人应答。通常这个时候，女子就会捧着热好的吊梨汤过来问渴不渴，然后备好换洗衣裳，围在他身旁转。今日却唯于寂静。裴颖想起常随说的话，摆了摆手，吩咐下人去问问门房，夫人从沈家回来了吗？没多久，门房便来禀报，奴才瞧着夫人回来了一趟，没多久便又走了，也不知是不是算筹不够，连马车都不肯坐。管账的婢女也道，夫人不肯交下月居住的算筹，说是裴家太贵了，她要去别家住。裴颖冷哼，这分明是在给我甩脸色呢。去别家住？他还能去哪？沈家吗？沈侍郎可不见得能留他。裴颖不悦极了，觉得沈离竹太斤斤计较，不过是送了个生辰礼，又没做什么，他竟然要闹着出走。难得见沈离竹与他置气，可他也不打算低头。裴颖阴沉着脸想，最好是让他在沈家吃个桂落，沈离竹才能明白，自己这个夫君才是待他最好之人。因着生气，他没注意到妆台上还放了封书信。他的腿伤没好多久，到了夜晚又开始隐隐犯疼。平常有沈离竹帮忙按摩换药，尚不觉得有这么难受，如今摸着身旁空荡荡，裴颖也觉得心头空落落起来，哪都不适应。又过了2日，一大早他便软了语气，特意叮嘱常随：你带着辆马车到沈家门口候着，接一接他。想了想又道：这回不要算筹。可他不曾想到沈离竹这一走就没再回来。我在抚州待了1个多月，陆怀真的伤势才渐渐好转，本就不多的银两愈发见底。我垂捻着药粉，气呼呼道：陆公子，陆大官人，日后你可要10倍还我要钱。好阿竹。青年眉眼带笑，清风疏朗，你瞧我身上哪有半个铜板，只有一身无用的骨头，不知你收不收？他这人脸皮忒厚，说了名字，到了年龄，唯独不提来历和出身。伤好了后，就开始用木棍在地上写一些奇怪的符号和数字，说那是什么公式。我懒得探究，只待他付完药钱，我就带阿娘回老家安葬。闲暇时候，我喜欢用草编一些小东西，或是用木头做些小机关，机关精巧且有妙用，都是手巧的阿娘教我的。陆怀真每次都惊为天人，莫名慷慨道：阿竹，你明明是个天才，要是在后世，说不定还能当个发明家。发明家是什么？不太懂。我呆愣了片刻，感觉心里像吃了糯米糍糕那般甜。原来被夸赞的滋味竟是如此愉悦。那明明只是些不足为道的小东西。陆怀真背上有道刺骨的刀伤，我顾不起奴仆，也顾不得男女大防，只好亲自帮他换药。反正也是做惯了的，最起码他不像裴颖那般讲究，擦拭只用软布，须得是先熏烫过，力道稍重点就会发脾气。男子瞧着瘦，臂膀和背部的肌肉线条在烛光下却尤为明显。明明是凉爽的秋日，脱下衣裳没多久，汗水便沿着喉结滴落，踏上水光淋漓。陆怀真这时候就没了厚脸皮，侧着脑袋耳尖发红，时不时催促道：阿竹，好了吗？阿竹，能不能快些？阿竹，你再不好，我可真要不好了。竹你个头！不知为何，在他面前，我的好脾气彻底变了样，气愤地拍了拍手底下的背。别催，再忍忍。
陆怀真突然转过头来，我才发觉靠的距离好像有些近。他呼出的热气砸在我鼻尖上，激起阵阵痒意，周围气温骤升。你转回去。我推了推他，却没推动。青年忽而轻笑，眸子亮如繁星，上挑的眼尾还泛着红意。我只觉得眼前好似炸开了一簇簇烟花。陆怀真握拳可道，我想到要交给你什么了。我愣愣问，什么？琉璃。他盘了盘腿，扯过衣裳盖住腹下，说，我教你烧琉璃，这个能赚很多要钱。很奇怪，我突然又不想让他那么快还要钱了。但对于烧琉璃这件事，我有着极大的兴趣。谁会不喜欢能赚银两的下蛋金鸡啊？如今市面上的琉璃基本是外邦进贡，或者是舶来品，价格极为昂贵，堪称有市无价。之前我曾听裴颖吹嘘过，他有门专卖琉璃的生意，每年能赚12000斤。陆怀真说他只有方子，具体的操作还得靠我来。我很喜欢这种被人相信的感觉。起初我们失败了许多次，他却从未恶口相向，反而劝我慢慢来，日子还长，总能做出来的。我们阿竹可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小娘子。裴颖就从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他只会讽刺我赖在裴家吃白食。我吃上热腾腾的饱饭，于是有了更多的力气和手段。满院子的杆子土，再加上叶蜡石和薯瓦片，日复一日的捶打和烧制，终于在某个清晨变成了清澈无杂质的琉璃。巴掌大小的琉璃杯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晕，炫人心神。陆怀真，我捧着琉璃杯，激动地跑入厨房中，递到他面前，你快瞧。青年将发带松垮地系在脑后，放下锅铲，转过身来，又仔细地洗了手，方才接过。定情信物吗？那我收下了。说完，他将琉璃杯塞到了袖口中。我杏眸圆瞪，我可没有说过这种话呀，你怎么还泼人脏水呢？陆怀真将手帕沾湿了水，拧干后凑过来替我擦拭脸上的灰尘，慢条斯理道，你看了我的身子，吃了我做的饭，又送我宝物，哪桩哪件冤了你？他在身子二字上咬得极重。我红了脸颊，喃喃道，那也不能这般说，你又没送我，我才不要送。其余的话语被他轻身而下的动作吞没。陆怀真在我的唇瓣上轻咬了一口，微叹道，傻阿竹，我早就说过，把自己送给你了。月明星稀，凉风阵阵，我听着胸腔里的咚咚声，想起了10几年来的忍让，最终决定由心肆意一回。陆怀真，我抬起头，抚过那光滑如玉的下颚，我曾嫁过人的。虽说当下民风开放，但也会有人介意，而我不想欺瞒。你现在出去，我可以当作无事发生。我知晓。陆怀真声音平静，你不过是遇到了一个糟糕的人，难道我要因为一个糟糕的人对你心生芥蒂吗？不会的，阿竹。要怪也只能怪我出现得太晚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我拥入怀中。我的身份暂时不好与你明说，但我双亲皆王家中唯有一兄长，早已去信告诉他，替我准备好聘礼迎娶你。窗边的星辰好似跑进了我的眼眶里，又变成小珍珠垂落。我扯过他的衣袖，擦了擦湿润的眼眶，声音细若蚊鸣，没有聘礼也没关系，你明日去买对喜蜡，盖头我自己缝。阿竹想要的仅此而已。又是一年春好日，抚州码头停满了来往的货船。裴颖拢了拢身上的狐裘，脸色苍白地从客船上下来。这一路的奔波能让娇生惯养的人吃上不少苦头。抚州琉璃如今闻名于天下，导致他的1两金成了泡沫。恰好前些日子从一瓷器商那打听到，沈黎竹好似在此地下了脚，他便亲自来一趟。抚州城内有座琉璃阁，是他的目的地。裴颖想的是看能不能把那琉璃方子买下，独自垄断。据说是一对年轻的平民夫妻在卖，不肯也没关系，大不了用上些手段。没一会，他便到了琉璃阁，里里外外皆是人，竟比樊楼还要来得热闹。忽然，他第一眼便从人群中瞧见了那张熟悉入骨的面容。女子脸圆润了些，挂着对小小的梨窝，杏眼明亮地朝他所在的方向奔来。夫君，
见到他就这般开心。刹那间，裴颖心中的气便全消了。也罢，就当没看见那封和离书，等回去了就多给他点蒜酬用。他整理好仪容，张开了双臂，却见沈黎竹从他身边擦肩而过，犹如一只欢快的雀鸟儿，径直落入了别人怀中。你怎么才过来呀？我吸了吸从陆怀真身上传来的雪松冷香，手脚并舞道：今儿个卖了快1000两呢。陆怀真挥掉我肩上的落叶，十分配合地道：我们阿竹不愧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小娘子。兄长派人来寻我，打发他们走需要点时间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充满怒意的嗓音：沈黎竹，你看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夫君？男子双眼赤红，仿佛是被画面刺激到了，犹如一头暴怒的野兽，二话不说就要上前来拽。见到裴颖的那一瞬间，我惊诧了半晌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但想了想，如今阿娘已魂归故土，我已经不用留在裴家了，也不必忍让。我抑制着胆小的本能躲开，颤声骂道：裴郎君还请自重，和离书上已经写了，从此一别两宽。如今我已再嫁，夫君是谁和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和离？裴颖几乎咬碎了牙，目眦欲裂。我从未同意。自然不算，就为了一个生辰礼，你就与我置气到这等地步吗？走，快跟我归家，之前的事我都可以不计较。一旁的陆怀真眉头微微蹙起，似是想说些什么。我按了按他胳膊，朝他摇摇头，示意自己可以解决。我并非和你置气，只是算筹不好挣，夜里起身换药太冷，也不愿再像小狗似的围着你转。裴家从来都不是阿竹的家，哪有交了算筹才能住的家呢？你大可再去向嫡姐提亲，而不是在此多说无用的话。裴颖眼里出现了明显的慌乱，我没想过要另娶沈离音。他说着，想要来扯我的袖子。黎竹，你听我解释。陆怀真忍不住了，他一把拍掉裴颖伸来的手掌，似笑非笑道：裴伯爷，别来无恙。我娘子说的话，你可否都听清了？他讲道理，我是不爱讲的。最后一句话语吐出时，青年脸上已带上了厉色，素来温和的眉眼透出几分锐利。我闻言一怔，后知后觉地发现前夫和现夫好像是熟人。我小声地问陆怀真：你怎么没和我说啊？青年低垂眼眸，轻揉了下我脑袋，怕你多想。裴颖听到声音，烦躁地侧过头去看，滚开。他这才看清了陆怀真的面容，表情忽然凝滞住，不假思索地吐出了对方的身份。怀王，你不是已经，怎会在此？陆怀真不容置喙地牵起我的手，大方炫耀。多亏了我娘子的悉心照料，才得以苟活。他在哪，本王就在哪，夫妇哪有分隔两地的道理呢？我还没从知晓陆怀真身份的震惊中回过神，下意识点了点头。对，没错，是这样。阁里还有客人等着，娘子，我们走吧。吃醋的某些人格外小心眼，还特意在经过时拍了拍他肩膀，感慨道：对了，多谢裴伯爷的有眼无珠。裴颖握紧了拳头，面色清白交加，却又不敢再阻拦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和陆怀真并行渐远。到了傍晚，人间烟火升至天边，燃起一片片火烧云。我们和往常的日子那般，去街巷饭记铺子那买了桂花糕，再另外买上几张肉饼归家。忙的时候就不会下厨。一路上，我肚子里藏了好多的话语，斜睨着他，又不知该如何开口。陆怀真好似并没有被裴颖的出现所影响，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。在想什么？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他推开了院门，转过看我。我抿了抿唇，叹气道：你怎么会是怀王？就算我不太懂朝中之事，但也曾听闻过怀王的大名。据说许多增产粮食的种子都是他给大禹带来的。我和阿娘吃不饱饭的时候，也会去买那些圆溜溜的蔬果。新皇和他乃一母同胞所出，又年长了他10多岁，两人感情很是深厚。陛下真的会让他娶一个和离过的女子当王妃吗？想到这，我有些难过。陆怀真也跟着叹气，怀王就不能讨媳妇了？我不想做妾。阿娘那种身不由己如履薄冰的日子太难熬，我不愿再步上她的后尘。
陆怀真屈指轻敲了下我脑门，我可没有耐怯的想法。皇兄，那你不用担心，他若不同意，我便去寺庙待段时间。这也行吗？他撩起衣袖，将吃食放入盘中，没有丝毫作为小王爷的架子。这2日把琉璃阁的事安置好了，我们回燕京一趟，把你和离的事落实了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我把所有忧愁都抛到脑后，拿起肉饼大快朵颐。既然是他想要娶我，那问题就该由他来解决，我不必杞人忧天。吃饱喝足后，我细数起今日挣的银两，越数越开心。陆怀真忽然站起身，将我打横抱起。你的心事解决了，也该解决我的心事。我望着那晦暗不明的眼眸，方才察觉到，原来他并没有表面展现的那般平静。我主动揽住他的脖颈，凑过去亲。就一次，行不行？春光旖旎，一夜荒唐。我睁开眼，看到青年正伏于床榻旁的矮桌上几笔，连件里衣都没穿，身上没了黏腻的感觉，已经有人擦拭过。想到他昨晚的疯劲，我摸了摸酸软的腰肢，气恼地抬起脚踢过去。陆怀真握住我脚踝，轻轻揉搓，淡然道：“昨晚叫你抬高你不肯，这回又抬了。明明说好的一次，你言而无信。言而有信那是君子的事，恰好为夫是小人。”我耳面微热，想要挣脱，却被他反手拉近，脚踝也被搭到肩上。他放下笔，神态端方，问：“时辰还早，再来？”“不要了。”我呜咽出声，迷迷糊糊地祈祷着裴颖千万不要再出现了。然而事与愿违，我每日去琉璃阁时，都能察觉到紧盯在身上的视线，也不知他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，还遣了长随来给我送信。夫人，自打您离开裴家后，郎君他四处找您，腿伤又犯了，许久都不曾笑过。这是打苦情牌。我直言推拒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夫人了，更不是神医，可以去看看大夫，说不定不爱笑也是一种病。长随表情苦哈哈的，就差给我当场磕头，小的求您就看一眼再烧掉也不迟，小的也好交差。昔时他也曾为我说过2句好话。我抿了抿唇，揭开信封，裴颖让我念一念他的好，说什么怀王不可能娶一个和离过的小庶女之类的废话。裴颖对我好过吗？其实也是有的，他偶尔心情好了，也会给我买上一只簪子，或是让厨房多做几块桂花糕。若长辈刁难，他也会护上几分。但我知晓，那点随手施舍的好，和在路边看到条小狗摇尾巴喂吃时没什么区别。他没有什么大错，只是我不想再过上处处忍让吃不饱饭的日子。我把纸张丢进火盆，火舌一跃而上，卷走了所有的过往。目睹了一切的裴颖紧紧攥住了手里的扇柄，喉咙忽而涌上心田。他走过来，一脸倔强地说：“你是我妻，我不会就这么放手。”我指了指琉璃阁大门，笑眯眯道：“好走不送。”还好陆怀真近日忙着事，不然真是难以收场。抚州靠岭南很近，而岭南的土司氏族近来不太安分，不知勾结了多少朝廷官员。大鱼强盛时，他们就会俯首称臣，一旦稍有疲态，便会像野兽般扑上来咬一口。陆怀真之前就是为了调查土司勾结之事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我从燕京出发时看到了那队骑兵，便是来寻他的。后面他为了方便调查，便故意放出自己已经亡故的消息，还瞒着我，烟坏得很。待2日一过，一队黑甲卫便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了院落外边。种下的梨树刚结出青果，根底还埋了坛女儿红。我看着小院里的一切，这舍不得，那也舍不得。陆怀真被逗笑了，傻阿竹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也是，所以我只带走了敲琉璃的铁锤，以及一个捡回来的俏夫郎，坐上了回燕京的马车。什么？你要和离？沈宅？沈侍郎一脸怒意地站在厅堂里，手指颤抖地指着我骂道：“汝拜我沈家门楣的不孝女！”我蹙起眉头，不是要和离，是已经和离了。长姐都能离，我为何离不得？当年我嫁去裴家没多久，沈离因便嫁给了一位侯府公子。然而那位公子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大白天在书房和小厮卿卿我我，被抓了正着。沈离因骄纵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气，
二话不说便和离回了娘家。你……沈侍郎吹胡子瞪眼，扬起巴掌便要扇过来，因岂是你能比的？陆怀真留下的2个会武侍女上前拦道：“沈老爷莫要对我们主子动手。”嫡母沈夫人也捂着胸口嚎道：“反了天了，简直是反了天了！你快派人去裴家，看事情能否回转。我回来就是为了落实，怎么可能让他有回转的机会？”沈夫人咬了咬牙，面目狰狞道：“好好好，看来你是不准备孝顺你姨娘了。”姨娘？我故作不解，说起来，我险些忘了问父亲母亲，当年你们说会给阿娘熬药请大夫，那她又怎会活生生病死呢？他们想要我好好待在裴家，却又不肯施舍些好处，叫我怎能不愿？嫡姐生辰宴上，是一个曾受过阿娘恩惠的洒扫婆子，偷偷跑过来告诉我，阿娘在我出嫁没多久后就病死之事。那婆子抹泪诉说，奴能做的事不多，只得偷敛了骨灰，等待时机给小姐。我被瞒得好苦，连阿娘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沈离英迟迟赶来，轻斥道：“妹妹竟也舍得离开裴家那副贵窝？还是裴郎君显了你上不得台面？”他鬓发间还带着那顶点翠头冠，颇有炫耀的意味。他侍女一巴掌扇到他左脸上：“对我们主子出言不逊，当打！”沈离英脸颊高高肿起，尖叫一声就要扑过来和我拼命。沈离竹，你个小贱种也敢让人打我！啪！女子左右脸瞬间对称了。我甩了甩手，淡淡道：“我不只让人打你，我还要亲自打。”沈侍郎和沈夫人想来帮忙，照样挨了揍，叫来家丁，结果发现打不过2个通晓武功的侍女。我美滋滋想到，陆怀真的手下确实好用，也不知他那里如何了。到了燕京，我们便暂时兵分2路，他去找新皇复命提交朝廷官员勾结土司的证据，而我先回沈家住几天。和离了，总得大张旗鼓回趟娘家。我和阿娘住的院落偏僻，重回故地，我不禁有些恍惚，眼前仿佛出现了女子温和慈爱的笑貌。床架子上还残留着我幼时做的小巧玩物，如今落满了灰尘。2个侍女打了水来擦拭，很快便焕然一新。我躺上合眼，以为会一夜无眠，却突然听到外边传来声响，是翻墙进来的陆怀真。他大抵是忙坏了，满眼疲惫，熟稔地缩进被囚与我相拥。好啊，竹，且再等我2日。皇兄他答应了，处理完土司之事便下旨赐婚。真的吗？我开心地捧住他脸亲了一口。那你可要快些来迎我过门。男子眼神幽暗，轻叹道：“虽爬了墙，今夜却有心无力。”听懂隐喻的我，次日一大早，身侧已没了暖意。我有心报复，便又带着侍女去闹了一通，把沈离英屋里的贵重事物全塞到自个儿箱子里当嫁妆。沈侍郎好颜面，又不肯向外求助，生怕别人知道他家宅不宁，反正也不是他损失东西。结果隔日，我便拿走了他那爱惜如命的上好砚台，以及许多珍藏的字画。沈侍郎忍不住了，他怒发冲冠，气势汹汹地请来了沈氏一脉的族老，我要将这逆女除出家谱。祠堂内，族老们捋了捋胡子，看向我和嫡姐的眼神里满是不喜。外嫁之女何离，岂不是影响我沈氏女子名声？你这竟还有2个？老夫倒有个主意，不如送他们去夜庙里落发修行，常伴青灯古佛，便不用除出家谱。不必，我摇头拒绝。父亲都这般说了，若我忤逆他意思，岂不是不孝？沈侍郎一口气险些没上来，气得嘴唇发抖。见劝解无用，族老们叹了叹气，请出族谱，将我的名字划去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来敲锣鼓鸣声，有小厮匆忙地跑进来，上气不接下气道：“老爷夫人，您快去瞧，怀王上咱家来提亲了。”怀王提亲？众人瞬间支棱了起来，竖起耳朵去听。沈侍郎急忙问：“你可瞧清楚了？真是往咱家来的？”那小厮不停点头：“是。”聘礼都抬进来了。好啊！族老们更是满面红光，羽绒俱焉。我沈氏女出了位王妃，快去烧香告知列祖列宗。我浅笑不语。沈氏女，现在不是了。又有族老问：“
可知迎娶的是哪位女郎？沈夫人将一脸羞怯的沈离音推出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当然是我们离音了。我记得之前在宴会上，怀王就对离音多有关照呢。我儿美貌如花，德性出众，只有她配得上王妃之位。我有这回事？沈家就2个女儿，沈离音已经确信是自己，眼中满是得意的朝我低声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就看着我风光大嫁吧。池塘里的淤泥如何也比不上荷花出众。”我懒得拆穿她，拭目以待。众人簇拥而去，倒没人在意我也混入了其中。前院，陆怀珍身穿紫色蟒袍，站在人群里格外显眼。她一眼便瞧见了我，嘴角微微勾起。沈离音一脸娇羞地凑上前行礼，见过怀王。陆怀珍没礼，张开手里的明黄色圣旨，一字一句念出：今二者天造地设，特赐沈氏黎族与怀王成婚。一时间，众人深吸了口气，齐齐望向我。我站起身，接过圣旨，与陆怀珍并行。我们走吧，如今我已不是沈氏女了。陆怀珍颔首同意，挥了挥手，让底下人把聘礼和我整理好的嫁妆抬去王府。等等，沈离音不敢相信，她连忙拽住陆怀珍的衣袍：“您是不是念错字了？我才有资格做王妃，沈黎竹不过是个低贱的庶女啊！”下一秒，一截断指伴随着女子的痛哭声落地。陆怀珍将剑刃收回剑鞘，牵起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抛下一句：“本王不希望再听到任何贬低无妻的言论。”一时间，整座沈宅闹得人仰马翻，听花语戏，水树风闲，屋檐的喜鹊叽叽喳喳叫唤着。怀王府修建的并不华丽，却处处温馨舒适。陆怀珍今日的开心颜于外表，她抱出来一个小木箱子，让我打开看。我惊讶地瞪圆了眼：“你怎么会有我以前做的木鸢？”“自然是有人送过来的。”陆怀珍解释起由来：“当年裴家惹得皇兄震怒，他便送来许多奇珍异宝，想要我帮忙美言几句，我只留下了这个。我当时只觉得能造出此物之人很是厉害，以为是他造的，因此多有赏识。他看出来了，后来又送了许多。”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每次我制作完不同的机关物出来，裴颖就会多给些算筹，找各种理由逃走。我还以为他是喜欢我做的东西，还开心了许久。好在我已经不会因为他而难过了。我想了想，问陆怀珍：“驻王府也需要付算筹吗？”我可不是那等小气之人。他从容淡泊地递过来一枚玉牌：“这是库房的钥匙，阿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银子在哪爱就在哪，天地昭昭，日月可见。”我唇畔漫开笑意，决定也给他回礼：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陆怀珍眼眸低垂，偏心。他抬眼看我，眸中星辰闪烁：“这里已经有一个觉得你很厉害的人在了。阿竹余生可否多偏心我？”好。窗外时暖台生，亦是朝朝如愿，岁岁安澜。番外一：大于元齐5年，岭南土司起兵叛乱，皇帝震怒，惩治了一批与其勾结的官员。断头台的泄水流了3夜都没流干净，裴家也在其中，只不过罪不至死，被赐了个流放3000里。自从裴家没落后，裴颖一直想恢复往日荣光，挣钱亦不择手段。他利用商队偷卖了一批上好的铁甲给岭南土司，结果到头来还是翻车了。流放的囚车出城时，我和陆怀珍恰好带着小女儿归来，远远的便瞧见昔日的贵公子如今头戴枷锁，成了狼狈不堪的罪人，正和后娶的妻子打成一团。长长的队伍经过，已成了2条不相交的平行线。小姑娘趴在马车窗边问：“阿娘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”我摸了摸她头顶的小花包，道：“找你爹问去。”陆怀珍放下书卷，满脸无奈，她只能认命地抱起娃哄。这些年我和陆怀珍四处游玩，若非有了女儿平安，加上南边不太平，还不知什么时候回燕京。皇帝每年都来信催。我摆弄着手里的机关连弩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：“你说把这个献给陛下，他会不会愿意帮咱养孩子？”“当然。”陆怀珍提笔在图纸上稍作改动：“这样会不会更好？”我眼神一亮：“等回去就试试。夫君有聪明，脑袋却手残，好在我有双巧手。除了琉璃，我们还造出来了许多东西。
交给朝廷负责售卖，我只负责收银两。也不知是不是巧合，裴家的生意因此倒了大半。入了宫拜见，龙椅上的皇帝抱着平安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还是娇娇好，不像那群臭小子，只会盯着朕的皇位。他没有女儿，只能眼馋别人的。皇帝起初并不待见我，直到后来我献上一件又一件的立命之物，他不待见的对象就成了裴颖。皇帝不讲道理，他只觉得是裴颖耽搁了我，不然还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出现。我也没法告诉他，这些东西少了陆怀真也不行。陆怀真身上有秘密，但我不在乎，毕竟人生在世，难得糊涂。番外二，陆怀真视角。我有个秘密，但我没告诉阿竹。我带着前世记忆出生时，母后和父皇的关系已降至冰点，没有人期待我的到来。为了活下去，我抱上了皇兄大腿，但皇兄也有自己的家。遇上阿竹前，我是没有家的。坠入河里沉浮时，是他将我从暗处拉了上来。小姑娘长着一张鹅蛋脸，一双杏眸耀耀生辉，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出彩。我趁着旁人不注意，将这块璞玉叼回了家中雕琢。后来我知道了他和信裴的过往，但我不在乎，只是免不了有些醋意。好在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我。阿竹很厉害，阿竹拎铁锤的模样也好看。若不是信裴的阴魂不散追过来，拆穿了我的身份，我还能和阿竹在抚州待许久。回到燕京后，皇兄听闻我要娶一个和离的女子，勃然大怒。世上有那么多好女子，你非要娶她？是。我淡淡点头，旁人再好，也不及他半分。不行，朕不答应。我双手合十，念了声佛号，阿弥陀佛，那贫僧先行去出家了，施主保重。皇兄，兔崽子，你回来。罢了罢了，你要娶便娶吧。他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。你可知，朕本来想着日后将皇位传给你。我知晓，可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。我只想和阿竹有个小家，闲时种树，忙时栽花。后来我听闻姓裴的贼心不死，想在街上同阿竹来个巧遇。好在我是个小人，想了想，记起来他以前甚是喜欢阿竹的嫡姐，便选择成人之美。后来的后来，我和阿竹结白了头，我才想起来问他，重来一次，你还会选择救我吗？他咬着甜糕，笑眯眯露出2个小梨窝，会呀。我认得你身上穿的假衣，以前偷偷溜出去给阿娘买药时，遇到醉汉吓唬人，亦是穿着这件假衣的人帮我驱赶。我释然一笑，原来有些缘分早已注定。番外3，裴颖视角。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失去沈黎竹，起初我自是不喜欢她的。我摔了腿，沈家便换了个庶女嫁过来，这分明就是折辱，让她用蒜筹过活不过去我稚气的话语。可沈黎竹却当了真，接纳了我所有的坏脾气。我吃饭挑嘴，只吃得下他亲口做的饭菜。我的腿伤大夫说须得仔细照顾，他便日夜不眠的照料。哪怕我再凶，他也从来不会生气，像一坨柔软的面团。不知何时起，我就习惯了他的存在。后来我曾无数次想，若那天我没有掷千金给沈离音送那顶头冠，他是不是就不会离开了呢？我之所以给沈离音送头冠，不过去想炫耀一番，想让他后悔嫁错了人，并无别的心思。可沈黎竹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裴家。他走时什么也没有带，我以为他只是志气，便想冷一冷。毕竟在这燕京城中，他只有我能依靠。沈侍郎不会为他出头，他生母又是个小小的姨娘。直到我看到了那封曾亲手写下的和离书，才隐约察觉到他大抵是真的失望了。可沈黎竹这些日子里，我如同少了一双手脚，处处都不适应。如何也没想到，在见到他时，他已嫁作人妇，嫁的还是大名鼎鼎的怀王。我悔恨且不甘，女子眼中已没了我的身影。我日夜饮酒麻痹自己，有一次醉了，恍惚间以为又见到了他，睁开眼看到身边躺的却是啜泣的沈离音。这段年少时的情缘，最终造就了一段怨偶。沈离音脾气坏，我也坏，谁都不让着谁。后来我们双双流放，互相诅咒着对方不得好死。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我才知道，原来吃不饱饭竟这般难挨。
路途遥远，腿伤常犯，这回再也没有人替我上药了。元启6年，我死于流放途中，尸身在野外被野狗啃食。恍惚间，灵魂飘至上空，我终于又看到了沈黎竹。他抬起头，轻唤了声“夫君”。陆怀真问他，明日想吃烧排骨还是酱猪肘？都要都要。旧人笑声远去，而我长眠故里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